这个两中全会啊，是共产党所谓的确定啊，是这个去年的开的20大之后啊，行政所有的部长官员的任命，以及共产党的机构改革，还有所谓的经济政策啊，这是共产党的这个所谓的两中全会啊要达到的目的。当然了，就是咱们所说的，就是行政管理机构、国务院啊、各部委这些官员，那么不涉及到党内的一些事情。但是由于20大已经成为七哥没开声音，我开了啊，这个已经成为了共产党，已经成为了习家党啊。所以说，兄弟姐妹们，我们能看到所谓的二中全会啊，也就是习近平的更加绝对的一个人说了算啊，一个人说了算，别人就别说了。实际上，二中全会还不如说是习二全会呢啊，习二全会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记住啊，对他有任何其他的期待，那都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习二全会上，想让他在经济上有多少的政策出来，有多少这个新的什么惠及民生的，是不可能的。所有的问题就是集权，就是我习二说了算啊，没有什么其他的啊。原来的国务院什么李克强还有一点内部的权利啊，现在根本不会让你有任何权利。从上到下习就是100%一个人说了算，而不是说共产党说控股51绝对说了算这是一定要100%，绝对这个词儿已经不够意思了要100%。更重要的事情要从经济、行政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全部控制他有2个最大的挑战，那就是王岐山和孟建柱。就是王岐山的金融系，他想全面说了算，你可以任命官员，但是官员的素质和能力这些不是说你想任命谁你就做得到的，那不是的政法委这块，孟建柱已经经营这么多年，那绝对不是说这个你现在你把官员任命了你就完全可以控制整个政法系了，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有很多技术官员嘛，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过去历史的和现在必然要连接的东西，例如特别的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像国际石油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他很难就用了他自己的帮派，他那些帮派带来那几个人他是有限的。而且现在对所有的官员要绝对忠诚绝对不任何达不到绝对不忠诚的，就是绝对不忠诚